来，那我们看一下内积 （inner product） 那内积的话，可以看到什么叫内积？内积其实就是 cosine 西塔。我们刚刚已经用了很多内积的观念，我们现在只是把它弄到向量里面一个名字叫向量内积。好，三维空间的问题比较难处理，而且必须利用向量的方法。用向量会让东西变得简单，不是因为向量容易。如果向量对你来讲很困难，就变成说向量也造成你另外一个困难。所以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不要因为一个问题而造成另外其他的问题。科学的解决方式不是说我要解决一个问题，衍生了3、4、5个问题出来，或衍生再更多的问题，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懂了吧？所以你说，其实他们在讲核电好不好？核电当然有好啊，有没有坏？当然有坏啊。这世间的东西没有一个绝对好的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看你站在什么立场。对，我们刚刚不是在讲那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看你站的立场的问题。通常人跟人的争执，最大问题是在立场的不同，立场的不同的声音。你觉得人家应该体谅你，可是我反问你一句话：谁该体谅你？这世间谁该帮你？没有嘛？你自己该帮自己都不帮啊，还谁帮你？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我说立场的问题而已。那如果立场你站对了你这样怎么办？那就看你自己嘛。你觉得我这样就好了，那是你的选择，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就这样，我讲这样就好。各位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两个向量 A 跟 B 的内接了 A 念成 A dot B。定义为 A、B 两个向量大小的夹角，那的余弦函数的乘积，其实 A dot B 就是 AB cosine 西塔。好，听不太懂，你看你画个图让你看你就懂了。来 A dot B 你看到A 跟 B 的 cosine 西塔，不就是 A 在 B 方向上的什么投影呢？这就是 A dot B， 这就是 A dot B 这一段。这一段就是 A dot B， 了解吗 ？AB cosine 的西塔。好，你懂这样概念就好。原来它就是内积，内积原来在算它的分量。那这运算法则就看一下吧 ，A dot B 等于 B dot A， 这个数学的一个东西出来一定要交换率、相乘率、分配率，这样才符合数学的法则。这是科学上的解释了一个常数乘以两个向量，可以分别乘以这一个或乘以后面这一个。这叫做存量相乘。分配率就是说 A dot B 加 D 等于 A dot B 加上 A dot D， 可以分配。好，它这个3个法则都存在，所以它是一个法则。好，那向量内积公式由这样得到 A dot B 你看这是 AXI AYJ 加 AZK dot BXI BYJ BZK。好，你看dot完怎么样 ？A 跟 B， 你看这一项。我们看一下你慢慢看这一项跟这一项相乘，哇，好大的画面！来再一次这一项跟这一项，这一项跟第2项，这一项跟第3项，所以你会发觉一项乘起来就有3项。你看A 跟 B 是 I dot I， 这是3项，有没有问题 ？AX、BX。I dot I， 好，那 I dot J A X B Y I dot J A X B Z I dot K， 这第一个，我们看第一个就好。各位知道 I dot I 等于多少 ？I 跟 I 夹角几度？0度。cosine 0度等于多少？1。I 跟 J 乘几度？90度。cosine 90度多少？0。cosine 90度。0，所以这2项是消掉。同理，第2项相乘，这2项也是0。第3项这2项也是0，最终剩下这3项，这一项、这一项、这一项，因为这等于1，好，就等于 AX、BS、AY、BY、AZ、BZ， 好。所以先了解这样内积的观念公式，知道因为要运用它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题，来 ，A 向量是这样 ，B 向量是这样，求 AB 的存量积跟其夹角。来，存量就 A dot B， 我们看这2个相乘就是6乘以-2
-8乘以5，5乘以4就是-32，就这样而已。a dot b 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夹角 a 向量绝对值大小6加-8平方加5的平方，11.18。再来 b 呢，2的平方加5的平方加4的平方，6.71。好，cos西塔就是 a dot b，a 乘以 b。好，这个稍微不一样哦，看一下。好 ，a dot b 是32，-32，a 跟 b 的时长相乘，11.18乘以6.71，得到这样，所以角度就算出来。这个比较复杂一点，稍微要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今天大概的东西就是教到这边哈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好吧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，OK， 好。